大家好，我是李清泉。在今天视频中，我要和大家分享一种超越一切外在感官和内在思维以上的一种觉知。有些人称它为开悟，不过我觉得这个词太玄乎了，我更愿意称之为觉知。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是谁？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回答：我就是我，还能是谁？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大多数人从未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深层意义。首先，你需要认识到，你的存在远超过你的名字、你父母给予的身份、学校教给你的知识，以及社会定义的角色，如儿女、爱人、朋友、同事、公民。你的认知世界也不应该仅限于自然界神灵、鬼魂、恶魔、信仰、道德、法律、哲学和科学等范畴。想想看，这些标签和思维模式中，哪些是你独立思考的结果？不都是你刚出生以后外界赋予你的吗？我们往往未经思考就接受这些标签和思维，但它们并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这种深度的觉知，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自己，而不是接受一切外在或他人为我们设定的框架。试想你刚出生时，你就是一张虚无的白纸，只有空灵，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些标签和思维。那么这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他们又是如何塑造你的？仅仅因为大家都这么认为，你就应该接受吗？你为什么会对外界赋予你的所有这么笃定？从来没有过怀疑，因为你从未珍视过自己，你也忽略了你人之为人的神性。要达到真正的觉知，你必须打破旧有的思维模式，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保持怀疑，培养批判性思维，这是觉知的真正起点。当你开始形成自己的观点时，你将能真正体验到这种超越常规的洞察力，甚至可能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这不是我在开玩笑，这是真的。我相信，如果你能放下偏见，以开放的心态观看这个视频，你也能开始体验这种圣人或智者应有的深度觉知。所谓觉知，它是一种超越思维存在的认知。我也不是完全在教你如何开悟，更不是试图改变你的想法，而是希望激发你去直面自己的本我，也就是最原始的你，刚从虚无中诞生的你，最真实的你。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种觉知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仅遗忘了我们生来就拥有这种觉知的事实，甚至忘记了我们已经忘记了什么。这种忘却实际上是一种幻觉，一种被外界构建出自我的迷失。大多数人被日常的蝇营狗苟的琐事淹没，很少思考我们的真实身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及最终目的。真正的自我、灵魂或佛陀所说的了知，它超越了名与相，超越了思维本身。我们很容易将自我局限在肉体之内，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都会对肉身的终结感到恐惧，正是对那个我们认为的我可能会死亡的担忧。但真正的觉知在于认识到，超越我们身体的是更深层的存在。很多人热衷于探索瑜伽、祈祷、冥想等精神实践，表面上看是为了心灵提升，实际上他们可能只是在追求更光鲜的自我形象。这种追求往往隐藏着对金钱、权力、爱情等更多东西的渴望，其背后实则是一种深层的内心焦虑。这种所谓的精神提升和那些我们日常所见的病态思维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我们追求的不应该仅是作为人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像人一样的活着。我们所说的自我，在追求过程中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金钱、权力或者爱，即便是那些自称走在精神道路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通常包括更加清醒、平和和觉醒的状态。但这种追求的陷阱在于，你可能会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所谓的觉知。记住，每当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时，这正是你构建的自我在悄悄作祟。真正觉知不是帮你得到或增加什么，而是教你如何在生命结束前先学会精神上的死亡。既然我们自虚无中诞生，就应该学会再次归于虚无。现有的虚无与过去的虚无发生碰撞，真实的自我才得以诞生。生与死如阴和阳，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生死的循环，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存在，不再害怕生或死。我们的文化通常会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何种人，但当你真正理解了自己是谁时，那些社会塑造的恐惧和渴望就不能再控制你。放下那些无穷无尽的追求，学会与内心的自我和解。自我构建是一种反复无常的冲动，一旦选择了一条精神路径，我们就可能陷入不断的重复这一选择，无论它对我们是福是祸。我们的自我观念是由无数的经验和互动融入而成，仿佛我们被困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矩阵的幻影中。很多时候驱动我们的是那些潜藏无意识深处的古老恐惧和行为模式。这种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深刻影响我们的工作、人际关系和信仰，甚至是整个生存方式。大多数人如同无意识的牛群，
受限于狭窄的生活模式，不自知地重复着每一天。但是生活中的痛苦并非不可改变，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探索内心深处真正的自由生活。每个人一出生虽有肉体，却未形成自我意识。观察一个婴儿的眼睛，你会发现那里没有自我的痕迹，只有纯粹和空灵。成年后，我们似乎戴上了一副由自我意识构建出的面具。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人都是演员。一旦我们觉醒，就能洞察这些人性，穿透面具，不再仅仅是角色的扮演者。因为你不再相信你只是你自己所戴的面具，但你也不会放弃扮演你的角色。我们所认同的角色和个性，实际上是一种幻觉，是对真实自我的迷失。那么觉知正是让你从这场戏剧性的生活中觉醒过来的过程。尽管柏拉图在完成理想国多年之后，人类仍尝试走出柏拉图的洞穴，但事实上，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痴迷于幻想。柏拉图曾让苏格拉底描述一群人，他们一生都被锁在一个洞穴里，面对一堵空墙，他们所见的只有背后篝火投射出的影子，这些幻影成了他们的全世界。苏格拉底说，这些影子对囚徒而言就是现实。即使你告诉他们真实的世界的样貌，他们还是会坚信这影子才是一切。虽然内心深处偶尔会怀疑，但他们仍然不愿意离开这熟悉的现实。如今的我们就像洞穴中的人，面对的不过是思维的投影。我们的思想世界看似宽广，实际却受限于我们所能认知的边界。但超越这些思想，存在着更广阔的真实。你想真正了解自己，你就需要从你迷恋着这些虚幻的影子中解脱出来，走出洞穴，将目光投向真正的光明。当你习惯了黑暗，适应光明就需要时间，像是适应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不仅需要时间和努力，还需要你心甘情愿地去探索，去接受新的世界。我们的思维就像一个迷宫或监狱，有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走进了这个精心构造的囚笼，但这座监狱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种幻象。如果你觉得自己迷失了，那其实你只是在沉睡。当你试图逃离这种感觉时，其实你还是把幻觉当成现实。这就像是做一个梦，只不过这个梦变成了噩梦，你在不停地追逐或者逃离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影子。觉知正是从这种分离的自我中觉醒。这座监狱其实就是你自己，你是唯一的囚犯，你永远无法逃离自我这座监狱，因为你无论奔向何方，它都会如影随形。然而觉醒不是逃避思维或矩阵，而是在不认同或不相信他们时，才能真正体验生命的精彩，享受这场表演。人类意识是一条从物质到精神的连续线，在这条线的一端，我们与物质世界的我紧密相连，在另一端存在着纯粹的觉知。这里的自我已经消失，每向前迈出一步，我们都在减轻痛苦。这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痛苦，而是说我们开始超越了快乐与痛苦的对立，减少了困境的抵抗。这种抵抗恰是痛苦的根源。即使短暂的觉知体验，也能让你窥见超越物质和自我的边界。在这一刻，对自我的依赖和二元对立的思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性，智慧之光在闪烁。你会发现存在的真正本质超越了一切二元对立的本我，甚至超越了存在本身。它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状态，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觉醒就是生命的原始螺旋，变化无常的世界与永恒的本我合一。当你不再认同自我，你的内在能量将如持续绽放的花朵，成为时间与无时间维度的桥梁。体悟本我只是觉醒之路的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完全融入这种觉知之前，我们可能会在冥想中反复找到并失去它。我们常常在深度自我探索中洞察到自身本质，但不久又会滑回旧有模式，忘记了真正的自我。要在生活的每个层面体会到寂静或空性，关键是让内心达到一种空寂的状态，与世间万物共舞。这里说一下，寂静并不是活动的对立面，而是动静之间完美的和谐。即使在喧嚣的市场中，你也可以感受到内心的平静，这就是真正的觉知。寂静与动作不仅可以共存，而且还是一体。对于习惯了将世界看作黑白分明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可能难以接受。我们的大脑喜欢把事物简单分类，好坏、是非、存在与不存在，包括那句狭隘的经典话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做出决策，但也可能让我们错失对更加微妙和复杂事物的理解。想一想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有与无并非单纯对立，而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存在状态。无不仅仅是空虚，而是一种充满潜力的状态，可以孕育出新的有。
西方哲学之父勒奈·笛卡尔有句著名的格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不仅是对自我意识的肯定，更是文明衰落和对洞穴墙壁上影子盲目认同的警示。笛卡尔的论断就像许多人的看法一样，错误地将思考与存在划等号。在他最著名的论文开头，笛卡尔写道：“几乎所有事情都值得怀疑，包括感官和思想。”这与佛陀在迦罗摩经中所说的不谋而合。即为了寻求真理，人必须质疑一切传统、经典、教义以及自己的思维和感知。这两个人都是从深刻的怀疑主义开始他们的探索，但笛卡尔仅在思想层面停步，而佛陀则深入探索，超越了思维的最深层次。或许如果笛卡尔能突破思维的局限，他也许能够体悟到真实本性，那么当今的西方意识有可能就是完全另一个样子了。然而，笛卡尔只是描绘了一个操控在我们置身幻象之中的邪恶魔鬼，却未能识破这一魔鬼的真面目。这种情形不仅令人想到《黑客帝国》中的场景，人类只不过是连接在精心设计的程序中，生活在一个虚构的矩阵世界里。我们常将自己的不满归咎于外界因素，可能是某人、某团体、某国家，或者是某种宗教，就像笛卡尔邪恶魔鬼或《黑客帝国》中的机器一样。这种外部归因其实是一种讽刺，因为真正的控制者和机器其实就是你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会发现你的自我就是由无数个小的制约性的子程序或心魔构成的。这些心魔包括对食物、金钱、地位、权力、性和人际关系的渴望。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永不满足。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美化我们的监狱，屈服于外界压力，改善我们的面具，以满足这些心魔，使他们日益强大。我们像上瘾一样不断追求满足这些心魔的欲望，却不知道只会让心魔更加的肆虐。真正的解脱不在于提升自我或满足各种心魔，而是在于彻底放下所有心魔。有人担心，若寻找真实自我，可能会失去独特的个性和生活的享受。其实，只有当自我束缚解开，我们的灵魂才能展现出其独特的光彩。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还处在矩阵中沉睡，不曾了解灵魂真正想要表达的什么。通往觉醒的路上，我们需要冥想，观察变化无常的自我，同时领悟那恒常不变的真实本性本我。我会把非常适合且有效的初学者冥想方式贴到这里，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自取。当你达到内心的寂静，也就是触及生命的根源时，就静静地等待生命的指示，无需强求外界变化。真正的改变不是由我们的意志驱动，而是来自于更高意志的自然引导。通过改变外界来实现内心的和谐，就像想通过调整镜子的影像来改变自己的面临一样。要让镜子中的影像微笑，你不能操纵影像本身，而应该意识到你自己才是影像的真正来源。当我们体会到真我之后，会发现无需外物随之改变，变化发生在自觉灵性和内在生命力上。他们摆脱各种束缚，用灵魂来领引生命的方向。只有当你看清楚那个充满欲望受限的自我，并放下所有这些，你才能真正感知灵魂的真正目的。在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被诸神判处执行一个毫无意义且无尽头的任务，不断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然后再让它滚下来，再推上山。法国存在主义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将西西弗斯的命运视为人类的隐喻。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种荒谬的生存中，我们如何去寻找意义？作为人类，我们终日不息的工作，为看似无尽的明天而奋斗，直到生命终结。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要么认同自我的假象而发疯，要么提前觉醒而获得自由。我们永远无法在外在的挣扎中取得真正的成功，因为那只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倒影。在自我通过这些徒劳的追求最终彻底失败时，你会意识到这种生活的荒谬性简直就像是一个玩笑。那么禅宗有这样一句话：开悟前砍柴挑水，开悟后仍然是砍柴挑水。但是表面看似一成不变，但变化发生在内心深处，抗拒和挣扎已经烟消云散。这不仅是一种自我构建出的幻象的洞察，更是与更高意志的和谐一致。觉知就是彻底放下自我内心的反抗，不论遭遇什么事，那些能在任何环境中保持内心平静的人，才是真正理解了觉知的意义。他们之所以能放下抗拒，不是因为他忍受了，而是因为他们的自由不受外界左右。重要的是，接受现实并不代表放弃行动，甚至可能恰恰相反。当我们摆脱了无意识的驱动，便能自由行动，发挥出全部的内在能量，有意识地顺应宇宙的自然规律，让所有的行为都与道相符。
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必须与所谓的敌人搏斗。然而，这种说法就像是为了寻求安静而大声呼喊，最终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各种战争，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抗击疾病的战争，反对饥饿的战争。可要是这些战争实际都是我们与自己做斗争。人类宣称想要和平，却继续选出好战的领袖；人类声称捍卫人权，却依然购买那些血汗工厂的产品；人类渴望空气清新，却继续对大气肆意污染；人类希望科学能够治愈癌症，却不愿改变那些催生疾病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可笑吧？我们深信可以战胜癌症、饥饿、恐怖主义等敌人，但这只是我们自欺欺人的幻觉，以为不需要改变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方式。真正的改变源自内心的觉醒。只有当我们触摸到内心深处的生命之源，我们的外在世界才能与道相合。在这个世界舞台上，战争与和平同时升起，它们是一个统一体，二者共存，缺一不可。就像是没有黑暗，光明便不复存在。这个世界似乎想要光明而不要黑暗，要盈满而不要空乏，要幸福而不要悲伤。思维介入越多，这个世界越支离破碎。自我的思维所提出的每一个解决方案，其实都是被这里有问题的想法所驱动的，而解决方案往往变成了比想要解决的问题更为棘手的问题。你越抗拒，它越存在。有些人会辩证说，神是例外，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我想说，如果一个实体真的具备全知全能的特质，它应该有能力预见并阻止所有恶的发生。然而，如果恶仍然存在，那么这个实体要么不愿意阻止恶的发生，这意味着它不是全善的；要么它无法阻止，这意味着它不是全能的。所以这个神存不存在？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凭借聪明才智不断发明新的抗生素，但自然界似乎也变得越来越狡猾，细菌变得越来越强大。尽管我们不断努力对抗疾病，但癌症发生率仍在上升，饥饿人口的数量也在增加，全球恐怖袭击的事件也是日益严重。那么我们的方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这让我不禁想起哥德式中的巫师学徒，拥有强大力量的我们，却缺乏运用这些力量的智慧。我们的问题在于对工具的无知，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思维，也忽视了自己真正的角色和目的。我们的思考方式被固有的局限性所束缚，影响了我们的感知和体验生活的方式。理性主义可能让我们丧失了认识古代文化智慧的机会，我们自以为是的思考方式剥夺了我们感受生命的深度与神圣，体会生命之光，以及体悟完全不同层次的觉知能力。这些能力现在几乎都消失了。在埃及的古文化中，特胡提或称为智慧的源泉，常被描述一位超书人，头部似鸟或猪鹿。他们不仅是知识与智慧的象征，还是思想与概念的宇宙根源。特胡提赋予了人类语言、写作、数学以及艺术和思维的表现形式。他的知识称为托特之书，不是实体书籍，而存在于阿卡西界的智慧。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能接触到。托特之书的守护者是一条金蛇，象征着束缚自我的内在力量。在获得真正智慧之前，人必须掌握并征服这条金蛇。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尚未觉醒，你就获得托特之书的智慧，你将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痛苦。没有这种觉醒的意识，有限的自我所获得任何知识或理解都将是危险的。在现代，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知识，深入物质世界探索，甚至发现了所谓的上帝粒子。然而，我们对自我与存在的认知仍然受限，如此愚昧，不知道自己是谁，该如何生活，更不明白痛苦产生的机制。我们的思想创造了我们的世界，每一次对事物善恶好坏的评判，都是自我架构或利己之心在作祟。最终，真正的解决之道，并非通过战争争取和平，也不是通过征服自然，而通过认识到自我架构的存在和它所导致的二元性：自我与他人，我的与你的，人类与自然，内在与外在的割裂。自我是一种边界，一种我们用来区分自己与其他人的边界。没有自我，世上便不会因抗争而起战争；没有傲慢，也不会因利益而破坏自然。这些外在危机反映了我们内在的混乱。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太过于执着于自身的角色，被恐惧驱使，与真实的自我渐行渐远。无论是种族、宗教、国家还是政治派别，这些我们所属的群体进一步加固了我们的自我认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个群体都声称自己拥有绝对真理，正如个体在界定自我所做的一样。现实中存在着多元的世界观和各式各样的信仰体系，对同一个外在现象，不同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情绪反应。例如轮回与涅槃、
天堂与地狱，这些看似矛盾的概念，实际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存。对某人而言，某个世界可能预示着世界末日；而对另一个人，是同一事件可能是意外的恩赐。这样情况就明了了。外面的环境多变而混乱，虚伪而不真实，所以无论你的外在环境发生了什么，你的内心世界都可以不受其扰。要达到这种觉知，你必须成为一个自我驱动的存在，如同自主运转的宇宙。你的生活体验不完全受制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现在我们来看一张图片，当你从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个二维图形时，你可能只看到一个简单图案，但换个角度，你可能会看到这是一个立体的立方体。图形本身并没有变化，是你的思维给你的视觉世界增添了新的维度。这种视角的转变就是觉知的体现。我们解放自己，不再为单一的视角和自我限制，自由的创作和体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思考往往超越了自我限制。爱因斯坦曾提出，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在于他多大程度超越自我。这不是说我们的思维或自我是不好的，而是当思维被心灵所指导时，它可以成为极好的工具。这里的心灵指的是那些非逻辑的深层次的感知和智慧。正如费檀多精所言，思维是优秀的仆人，却是糟糕的主人，因为自我总是在用语言和标签过滤和评判现实。这种评判让我们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当思维和感官主宰了我们，我们便会制造无尽的痛苦和欲望，把我们困在思维的矩阵中。想体验真正的觉知，关键不在于判断思想的好坏，而在于思想和感觉出现之前，先了解真正的自己是谁。只有当我们放下所有的标签，我们才能看到事物的真实面貌。你告诉一个刚认识世界的孩子这是一只狗之后，如果他接受了这一定义，他们实际看到的只是他们对狗的固定概念，而不是狗本身。最可怕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和觉醒的。就拿自由举例，特别是被意识形态包装过的自由就更加可悲。因为当人们完全没有明白这是被外界赋予的时候，就不再思考什么是自由。那你会拥有自由吗？是真的自由吗？在真正的觉醒之前，必须接受自己仍处于沉睡之中，生活在自己构建的幻象里。这需要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的生活，勇敢地面对现实，而非自欺欺人。你是否厌倦那种机械式、重复无趣的日常，每天追求快乐，逃避痛苦，却依然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有时候你会不会想挑战自己，试着不再依赖那些让你上瘾的食物、娱乐或者无休止的社交活动？我们常常在不自觉中批评自己或他人，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把头埋进沙子里。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停下来，静静地感受当下，而不是不断寻求刺激？你是否还在意别人的看法，渴望他们的认可、赞扬？你是否曾试图控制周围的环境，只因为它不符合你的预期？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像是被预设的程序控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相同的模式。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才开始真正的觉醒。你会发现自己如同沉醉在梦中，或是困在柏拉图的洞穴里，看到的都是影子，而非真实。但是要改变，不是意识。这需要我们勇于面对真相，准备好从内心开始改变，让旧有的自我和身份变成新生命的养分。觉醒的第一步是看清楚我们是如何被固有思维模式所束缚。我们内心深处的智慧一直都知道这个真相，有些模式不断地玩弄我们，让我们陷入欲望与厌恶的循环，远离我们生而为人的权利。我们的神圣本性已成为这些局限思维的奴隶。就像克里希那穆提所说，在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中，是无法衡量人健康的。认同于这样的自我身为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历史上的圣人、智者和觉悟者都拥有让自我臣服的智慧，所以思考一下，你放下自我构建的自我以后，你还能剩下什么？好了，我们本期深入探讨了觉知的主题。如果你对此有任何想法或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分享你的见解和感受，让我们共同进步。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确保你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和内容。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期待我们在下一期视频中再见，谢谢。